那我们来到第4点，行这方面，我知道新加坡是非常的方便，每一个地方都有地铁站，都有巴士站，几乎是可以覆盖到全岛。地铁站也差不多，而且很多地铁站的上方呢都会建立一个商场。新加坡有所谓的市中心，就是乌节路嘛，但是市中心呢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向往住在那边，因为那边的房价特别的贵，也并不是说只有住在那里呢才可以去购物啊，这种采购啊什么的。其实新加坡在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个他们的地铁站，然后地铁站上面会建一个商场。一般日常的采购需求的话呢，都可以在当地都可以满足，除非是要去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什么的，就可能要去他们的市中心乌节路了。从行方面呢，我再补充一下，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是非常便利。如果你从地铁转巴士或者巴士转地铁，其实连程的票价相对来说也比2个单程的票价加起来要便宜。全岛任何地方去樟宜机场大概也就2块多新币，就是10来块人民币的样子，这就非常便宜了。但是呢，新加坡的私家车是非常昂贵的，不是说它的车贵，而是说它的车牌很贵。车也贵，对，车也贵。那个拥车证啊，我听说是8万新币左右的拥车证，只能拥10年。现在好像涨了，可能8到10万吧。那你相当于就是40-50万人民币才买了一个拥车证，而且是10年。而且这个拥车证呢，它是每年有限制发放的，好像是每年有多少到期的拥车证才能放出来多少新的拥车证，就是不会让马路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另外就是新加坡打的很贵，打的其实我觉得跟香港应该差不多吧，可能港澳打的也都很贵。那大家就讨论，比如说公共交通，香港的公共交通也很便利，地铁、巴士也都比较多。那么澳门呢？澳门几乎就是没有地铁的，然后巴士倒是蛮普遍的，也便宜。如果用就实名制的卡呢，大概是3块钱一程，3块澳门币。对，3块澳门币，相当于2块多人民币吧。如果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说，大概是6块钱一程。但是呢，澳门有很多所谓的发财车，就是赌场、酒店，它会有一些免费的大巴，连通口岸、机场、码头以及同一体系内的酒店，大概是15到20分钟一趟。这个免费的巴士呢，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的，并不看证件，也不看酒店入住，也算是澳门中企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吧。什么叫中企？现在很少说，有的说是国企，就是博彩企业，但是因为现在博彩企业也涉及到旅游、餐饮，所以叫做综合性的企业。可能比国企好听一点，我们就叫它中企。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新加坡的车的话呢，普遍比如果跟国内比啊，我不知道在香港、在澳门买车是个什么价格。反正跟国内比的话，假如国内50万的车，可能在新加坡要100万。其实可能国内也并不到50万，可能国内30-40万的车在新加坡要卖到100万人民币。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拥有一辆车呢，是一个不小的开支。买车的钱、拥车证、保养车的钱、保险以及停车费，各式各样的钱加在一起呢，所以在新加坡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车。在新加坡，他们对于有钱的定义呢，其实比较简单，他们认为住公寓或者住私宅的人，并且有辆车的人呢，就是他们的中产或者中上，就是算有钱人了。那我们来到下一个问题，工作，那这是你擅长的了。工作的话呢，3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说呢？我也只是在金融行业工作过，可能也只能就我自己的感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在香港，大家好像觉得工作很重要，工作节奏也非常的快。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发现，香港人走路的速度非常快，像一阵风似的。即使是在电梯上，也会自动留出一道
让人能够在电梯上面行走。那么相比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工作节奏会慢不少，至少在上班的时候走路的速度没有像香港那么像风一样的前进。另外呢，加班文化这方面呢，我感觉香港也挺多加班的，当然在新加坡、澳门也都有加班的。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香港人不愿意把他自己所知道的知识技能教授给其他的同事。也许是香港这个地方竞争过于激烈，他们怕教会了徒弟饿坏了师傅。但是我感觉新加坡和澳门在这方面会相对好一些。你问香港的同事，可能问10句他回答1句，但是新加坡和澳门的同事相对来说会愿意来帮助你教授你这些知识。也许他会觉得把你教会了，他的工作就少一点了。我感觉从金融行业来说吧，香港的收入要高过澳门的收入，澳门的收入要高过新加坡的收入。当然我是说啊，就是基层工作人员大概是这样的工资水准，当然不同级别的收入可能有差距，另外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差距。好的，那视频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这个视频大家能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关注、点赞加评论吧，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再见。